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输不起了，诚意挑战朱瞻基，对标朱亚文经典两京15日压力拉满。两京15日的首发预告和官宣海报一出，主演排序立刻成了网友热议的焦点。诚意的名字稳稳排在第一位，林更新紧随其后。这场持续许久的番位之争，似乎随着这纸官宣尘埃落定，粉丝们悬着的心可以暂时放下，但所有人的目光却齐刷刷地转向了一个更核心的问题：扛起一番大旗的诚意，这次要演的可是明朝的朱瞻基，而观众心里早就住着另一个朱瞻基朱亚文在《大明风华》里演的那位。这不仅仅是一个角色的归属，更像是一场无形的擂台。2026年4月20日，这部由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的剧集放出了首支预告。故事骨架源于明史里短短40个字：夏4月，以南京的吕震命往居首。5月庚辰，仁宗不遇，喜书诏骸。6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马伯庸把这40个字铺陈成一场2200里的生死时速。剧中的朱瞻基不再是史书里那位已经功成名就的宣德皇帝。洪熙元年，身在南京的太子朱瞻基遭遇宝船爆炸，同时得知父皇病危的密信，他必须在15天内从南京沿大运河狂奔回北京继位。陪他踏上这条地狱及逃亡路的只有3个临时凑起来的同伴，一个酗酒颓废的小捕快吴定元，一个身份神秘的女医苏京熙，还有一个芝麻官于谦。这15天里，暗杀、圈套、各方势力的围追堵截层出不穷。预告片里，诚意满脸泥泞，在泥潭中搏斗，在水下挣扎，用最狼狈的姿态嘶吼出“我朱瞻基是回京城”。他要演的是一个被炸飞过、吃过带沙窝头、在泥地里打过滚的落难太子，如何在极限压力下褪去青涩，扛起一个帝国的重量。每当提起朱瞻基这个名字，很多观众的脑海里会自动浮现出朱亚文的脸。2019年播出的《大明风华》里，朱亚文塑造了一个极其特别的皇太孙。剧集开播初期，这个角色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不少观众吐槽他常里场气，声调刻意拿捏，举止间带着一股阴柔感，与传统认知中帝王应有的阳刚威严相去甚远。朱亚文自己后来也调侃过这种演绎方式。有剧评人分析，这种处理或许是刻意为之，旨在表现朱瞻基早期在爷爷朱棣和2位虎视眈眈的叔叔之间周旋时，那种如履薄冰，需要以乖觉甚至略带谄媚作为保护色的生存状态。随着剧情推进，这个角色展现了复杂的层次，从前期在朱棣面前七窍玲珑的得宠皇孙，到后期经历权谋斗争、丧父之痛，逐渐变得阴鸷而孤独。朱亚文用3种不同的音色来诠释角色不同阶段的心理变化。尽管该剧整体口碑褒贬不一，豆瓣评分停留在6.7分，但时间过去几年，反而有不少观众回过头来认为朱亚文版的朱瞻基是被严重低估的表演，称其气韵卓绝、附魂入骨，甚至说朱亚文演完后，我潜意识里就认定朱瞻基本人就该是他这般模样。这个角色已经成为朱亚文演艺生涯中的一个高光印记和参照系。如今，诚意接过了朱瞻基这个名号，对于熟悉他的观众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形象跨越。诚意的成名之路，深深扎根于古装偶像剧的土壤。2020年的《琉璃》，他饰演的雨丝凤以时事虐恋和极强的破碎感深入人心，微博话题阅读量超200亿，让他一举成为仙侠剧天花板级别的演员。2023年的《莲花楼》更是大爆，他饰演的李莲花李香怡口碑逆袭，
豆瓣评分从 8.1 一路涨至 8.5， 近82万人打分，被赞为武侠剧的全新标杆。这两部剧稳固了它作为古偶顶流的地位。然而，光环之下亦有隐忧。美强惨、深情隐忍、自带破碎感的侠客霍仙尊形象，在为他收获巨量人气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戏路标签。尽管他也尝试了底线这样的现实题材，但大众对他的核心认知依然停留在古装领域。有评论指出，除了《琉璃》和《莲花楼》这两部爆款，他主演的其他一些古装剧，要么收视平平，要么口碑未能出圈。角色同质化的讨论始终存在。两京15日对他而言，因此被赋予了超越一部普通剧集的意义。这不再是一次简单的古装剧出演，而是一次从古偶侠客向历史帝王的关键转型。这次转型的难度被导演张黎的招牌映衬得更加清晰。张黎是何许人？大明王朝1566人间正道是沧桑少帅的导演，被誉为最擅长用镜头书写历史厚重感与人性复杂的导演之一。他的作品以宏大的叙事格局和深刻的人物刻画著称。选择张黎来执导《两京15日》，本身就表明了这部剧在制作上瞄准的是历史正剧的质感，而非简单的古装传奇。在张黎的镜头下，演员的表演需要经得起大银幕般的细节拷问，需要承载起时代洪流中个人的命运感。这对于习惯了在更浪漫化、更依赖情感爆发的古偶剧中表演的诚意来说，无疑是表演方法论上的一次重塑。观众的比较是不可避免的。朱亚文版的朱瞻基，起点是一个备受宠爱、聪明外露甚至有些滑头的少年皇孙，他的成长线贯穿了整部大明风华，从储君到帝王，时间跨度长，人物弧光完整。而诚意版的朱瞻基，故事则浓缩在短短15天的亡命之旅中。他的蜕变是剧烈而急促的，是从养尊处优的太子，在一次次生死边缘被摔打，被迫看清民间疾苦和权力残酷后，硬生生催熟成一个合格的帝国继承人。两种演绎路径完全不同。朱亚文需要展现的是在漫长宫廷生活中逐渐被异化的过程，而诚意需要呈现的是在极端环境下瞬间迸发的生存意志和领导力。这种对比的压力是具体的。朱亚文当时面临的争议主要在于气质，而观众对诚意的审视将集中在气场上。他需要证明自己不仅能演好为情所困、内心柔软的侠客，更能驾驭一个身处政治漩涡中心、需要杀伐决断的储君。预告片中那句擒拿生贼的怒吼是一个信号，但真正的考验在于他能否在40集的篇幅里持续稳定地输出那种属于政治人物的复杂心术、隐忍谋略，以及最终君临天下的威严。任何一处的虚弱或漂浮都可能被放大审视。娱乐圈里反向对比的案例近在眼前，就像之前某位年轻演员饰演的将军角色未能获得认可，反而让多年前饰演同一角色的前辈演员何润东被观众重新记起并赞誉。这个前车之鉴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诚意此次的处境。如果他成功立住了这个角色，演出了朱瞻基从仓皇到沉稳，从被迫逃亡到主动承担责任的成长弧光，那么他将一举打破戏路禁锢，证明自己有能力驾驭更厚重、更复杂的正剧角色，其演艺生涯将打开全新的局面。反之，如果他的表演被普遍认为撑不起这个历史人物的厚度，依旧带着过往角色的影子，或者在与朱亚文的对比中落于下风，那么批评声将不会仅限于这部剧本身。演技瓶颈、转型失败的标签可能会紧随而来。更棘手的是，这种对比可能会产生一种怀念效应，观众在失望之余，
反而会加倍认可和怀念朱亚文当年的演绎，认为那才是朱瞻基该有的样子。那么，程颐此次的全力付出，就可能真的变成为他人做嫁衣。两京15日已于2025年10月21日正式开机，并预计在2026年暑期播出。从琉璃到莲花楼，程颐用了几年时间，在古装领域建立了自己的城池。而2026年夏天，他将带着这部两京15日走出这座城池，去攻打一个名为朱瞻基的早已有重兵把守的关隘。守关的是观众心中那个由朱亚文塑造的已经存在了5年的形象。这场攻防战的结果将直接决定他未来的戏路版图。